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华自强一行也进行了相对低调的访华行程，在香港、上海、北京等地，美国国务院高级外交官员与中方学界、商界人士密集会面，都谈了些什么？华自强主管的美国国务院新设部门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有着怎样的背景？近2年，美国多个政府部门专门设立中国组，究竟在谋划什么？来看看报道。在诸多国际政商学界人士齐聚北京之际，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相继会见宝洁、康宁、辉瑞、高通、奔驰、宝马、苹果等多家外企高管，他们均对中国扩大开放所带来的机遇充满期待。而不少企业家也在近期走访中国，包括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就在近日视察了三星位于天津的工厂，这也是他时隔3年再访中国。2020年，李在镕曾视察三星位于西安的半导体工厂。在各国多位商界、学界资深人士来华交流互动之际，一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外交官员也开启了他相对低调的访华行程。这位名叫华自强的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在刚刚过去的1周率队访问了中国香港、上海、北京等地，与中方学界、商界人士密集会面交流。3月22号，华自强一行访问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同该院院长陈东晓、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杨洁冕会谈交流，双方就中美关系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美方一行人还包括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何乐进、副总领事戴德年、政治经济处处长史玲、政治领事厉安东等。在北京，华自强于3月25号上午应邀访问察哈尔学会，并与该学会专家学者举行闭门午餐会，就中美关系和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据悉，华自强一行还会见了其他中方人士，但未见公开信息，更多行程和细节暂不明晰。但外界注意到，这是去年12月以来美国高级外交官首次访问中国。香港南华早报援引学者分析称，此行是中美双方工作层级沟通的一部分。肯定是有涉及到与中国的相应的官员之间进行这个下一步关于两国接触和对话的这样一些沟通。那么同时呢，也涉及到他需要希望能够广泛的接触中国的这个民间社会包括智库包括一些民间组织包括商界人士，来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情况。而且他这次来呢，是在我们两会开完之后过来，实际上也还是希望能够一定程度上通过与新一届的这个政府打交道，了解最新的这个情况、最新的发展包括中方对于中美关系下一步发展的一些看法。张腾军认为，尽管中美关系面临很多困难，但华自强此访表明美方还是希望一定程度上保持双方的沟通和交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访华的华自强除担任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身份——美国国务院新成立的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负责人。该机构成立于2022年12月16号，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人主持设立。成立时间点正是去年11月中美领导人巴厘岛会晤后。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自成立后就被非正式地称为 China House， 由60至70人组成，华自强主管，日常向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及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汇报。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在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启动仪式次日，舍曼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的照片。照片里，布林肯与舍曼共同为新成立的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剪彩，而站在布林肯身后打着红色领带的正是该办公室的负责人华自强。在美国国务院官方网站上，深圳卫视记者翻阅到了华自强的简介。作为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的副助理国务卿，华自强主要负责中国大陆和台湾事务的协调。他对中国的理解应该说，在美国国务院内部我是一个中国通类型的。作为一个中国务的负责人，其实更重要的，它不是一个决策的一个功能，它更多的还是提供信息，向上面反馈意见。同时呢，更重要的是执行。更多的是协调各个部门如何更有效地推进对华政策。
事实上，华自强现在负责的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是取代此前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办公室框架下的中国事务部。虽前后两个机构都由华自强统管，但据专家与媒体分析称，这次改组使其层级超越了以往架构，成为美国国务院下跨局处的任务编组单位，显示了美国政府整合外交资源、加大对中国关注的决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称，启动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旨在确保美国政府能负责任地管理与中国的竞争，为美国对华政策和战略的成功实施提供人才、工具和资源。声明还提到，中国是我们面临的最复杂和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协调改组有助于美国更好地与盟友合作。外界注意到，在美国国务院设立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之前，美国多个政府部门已经设立了类似的中国组。2020年5月，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宣布成立共和党的中国特别工作小组。2个月后，美国国土安全部又成立了一个中国工作组。2021年3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下令设立的中国工作小组开始运行。当年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宣布将设立辐射中情局所有任务领域的中国任务中心，而这些机构共同的特点都是重点炒作中国威胁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美国政府从特朗普到拜登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对华战略竞争方面要加强全政府式的应对，是为了要在系统的层面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了解以及政策的设定。那么另外一个点呢，我觉得不同的点就在于各个部门都有它的指向，带有比较明显的部门这个利益的偏好的，他们是存在一定分歧和竞争的。来关注俄乌局势。3月24号，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宣布将联手运营一支总共大约包括250架战机的机队。有消息指，这将超过法国的约230架战斗机，仅次于俄罗斯部署在欧洲大陆的约700架战机，成为美国的欧洲盟国中最大一支战斗机部队。在宣布该决定的次日，普京接受俄罗斯24电视台采访，表示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已同意将在白俄罗斯领土上部署战术核武器，以应对英国发表关于对乌克兰提供贫铀穿甲弹的声明。北约及其预备队员从欧洲北部的上空加快了封锁俄罗斯的脚步。3月24号，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4国宣布将联手运营一支总共大约包括250架战机的机队。此前，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他们签署了第一份组建北欧空中战机联队的意向书。值得注意的是，其中2个签署国芬兰和瑞典并不是正式的北约成员国，但北约空军司令詹姆斯·赫克将军出席了在德国空军基地签署这份意向书的仪式。他还明确表示，这个新的联合战斗机编队将在功能上融入更大的北约作战司令部。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北欧4国中，挪威拥有57架 F-16战机和37架 F-35战机，还有15架 F-35战机在订购中。芬兰订购了62架 FA-18大黄蜂战机和64架 F-35战机。丹麦订购了58架 F-16和27架 F-35。瑞典则拥有90多架鹰狮喷气式战机。有报道指，这4个北欧国家的联合战机编队将有大约250架战机可供使用，这将超过法国的约230架战机，仅次于俄罗斯部署在欧洲大陆的约700架战机，成为美国的欧洲盟国中最大一支战斗机部队。据美国防务新闻介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250多架现代前线作战飞机组成北欧联合空军的概念，就成为北欧各国政府定期讨论的主题。但瑞典和芬兰的不结盟立场成为推进这项谈判的障碍。然而，随着去年5月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北欧小分队的共同行动计划复活了。尽管目前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被土耳其和匈牙利搁置，但这个北欧4国战机联队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丹麦国防部发表的声明说，北欧联合空中机队的最终目标是根据已知的北约方法，开发一种北欧联合空中作战概念，从而使4国能够作为一支部队无缝的协同作战。挪威空军司令罗尔夫·弗兰德少将称，这支空中机队将成为建立一个联合北欧空中作战中心的基础。他还表示，该中心的指挥结构还可以容纳美国和加拿大。
有报道指出，这支联合空中机队将成为俄罗斯的心头大患，因为北欧4国拥有西方最先进的战机，而且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跟俄罗斯西北部非常接近，可以预测俄罗斯空军接下来在波罗的海及北极上空面对的挑战将会更多。